F-16超级中队出现，驻韩美军增派战机进驻巫山基地。美韩空军将于7月初举行跨海战术空运联训。韩国匕弓火箭系统通过美军测试，并全面反制朝鲜空飘气球。驻韩美军的规模今后是继续保持还是减小呢？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二战后，美军基地遍布全球，数量曾达到5000多个。其中，驻韩美军基地是美军海外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数量共有91处，包括陆军的龙山基地、空军的巫山和群山基地，以及海军的镇海基地等。近期，美韩双方军事合作频繁，其军力部署及战力有了最新变化。据韩联社援引管辖驻韩美空军的第7航空队18日发布的新闻稿称，从今年夏天开始，将从群山空军基地第8联队临时调遣9架 F-16至巫山空军基地第36中队，使其飞机总数达到31架后，创建一个超级中队，并进行为期1年的作战能力优化测试。子承父业的第7航空队司令兼驻韩美军副司令艾弗森中将对此表示，这为期1年的测试将为韩美联军提供一个机会，一个确认如此大规模的飞行中队能否提高训练效果并增强综合战斗能力的机会。同时他还强调，将努力降低移防对这些飞行员及家属的影响。此次随着这9架战机移防，已有约150名的机组人员和作战支援人员一同进行转移。此次 F-16移防除增强战力做负荷测试外，若是从地理位置来看，你就会发现移防是向北增援，虽然风险变大，更易遭受朝鲜火箭炮、鼓山大炮等近远程武器打击，但 F-16的北移也将增加对朝鲜的应对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军 F-16的新电战系统刚完成整合测试，说不准会很快应用到驻韩美军 F-16上。据美国国防独家的报道，由诺格研发的 AN/LQ-257 副射电战系统顺利通过了美空军的飞行前武器及电子感测器整合测试。诺格电战部门副总裁康洛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系统目前已展开实际模拟测试，系统功能一切正常。据悉，美空军的副射电战系统始于2019年，2021年获原型生产合约后，便进入一系列的设计、功能验证和系统测评。其搭载的数字雷达预警接收器可与 AN/APG-83 雷达联动，以达快速侦辨、反制敌军威胁目标。此外，康洛伊还透露，该系统现也得到了土耳其的青睐，未来有望成为该国升级 F-16V 战机的主力电战装备。另一方面，与 AN/APG-83 雷达整合，专为外小版的 F-16CD Block 7072战机所设计的副射之盾电战系统，本月也已经正式通过第4阶段的软硬件整合测试，并获得美国国防部授权的 L3 Harris 公司生产。其列装该外销型战机的部队也将迎来一波大升级。当然，针对朝鲜的动作还不止于此，如美韩联军近期举行的跨海战术空运联训，由美方自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出动4架 C-130J 运输机，跨越日本海，飞抵位于釜山的金海空军基地，与韩国空军的 C-130J 运输机共同执行抽载装卸、任务航线和空投区规划，以及实际空投作业训练，验证双方在关键时刻的前线补给支援能力，有效强化了双方空军的协同作业能力。又或是据韩联社报道，联合参谋本部7月21日证实称，鉴于朝鲜自5月28日以来多次向韩国空飘装有各种秽物和垃圾的气球，韩国军方决定自7月18日起轮流启动设置于西部、中部、东部区域的扩音器，通过广播喊话警告朝鲜终止相关挑衅行动。但韩国军方21日仍观测到有大量垃圾气球持续飞越边境，因此决定于当天下午13时起全面重启新站扩音广播，持续向朝鲜播放国际新闻、朝鲜社会经济实况报道，甚至是韩国流行音乐等，来反制朝鲜的骚扰行径。此外，据美国军文网站的报道，在环太平洋2024演习期间，韩国名为匕弓的导引火箭系统已在夏威夷外海完成了美军的比较测试，其6枚火箭全部命中目标，取得了惊人的100%命中率。据悉，匕弓系统的正式名称为韩国低成本导引成像火箭。从名字来看，该系统就是一款极具成本效益的武器系统，其发射的每枚火箭成本仍为地狱火导弹的1/3，其将成为对抗海上自杀式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的理想选择。而此次测试，匕弓系统也没有让人失望，其通过了包括无人侦测、追踪、分析无人目标，以及通过无人水面载具发射导引火箭等在内的各项测试，
且在过程中展现了高度无人化特性。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契提上将也对此次测试给予高度评价，强调其对美国海军未来作战能力发展的重要性。有了该系统的加入，相信美海军不会重演2000年10月发生的美国海军驱逐舰科尔号在也门遇袭事件。甚至 B 攻系统的测试结果还将为开发快速近岸攻击艇的攻击能力提供参考。总之 ，B 攻系统的测试标志着美韩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也标志着美韩两国首次在实战演习中实现了完整的无人作战概念。若是 B 攻系统最终进入美国军火库，其将成为首个由韩国出口到美国的自主研发导引武器系统，是韩国国防工业的重大突破。同时 ，B 攻系统在国际军火市场的地位和需求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只是入库这个过程或许会相当漫长。大家觉得 B 攻系统会进入美国军火库吗？至于驻韩美军的规模，今后是继续保持还是趋向减小？若是以前火力军认为是减少，但现在来看，驻韩美军的规模会保持在一个稳定区间。据美韩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于1954年起长期驻留韩国，截止到目前，驻韩美军总兵力最多时曾达到32万人。但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美军的重新部署，驻韩美军规模一直呈缩减状态。今年3月份时，据法新社援引韩国国防部长申元提的话称，驻韩美军的规模将保持 2.85 万人，且每年安保会议都会重申这一点。2.85 万的驻韩美军包括海陆空3个军种，其中陆军主力是美国第8集团军，下辖多个战斗旅，还包括若干后勤保障部队，兵力近2万人。空军主力为美国空军第7航空军，拥有3个 F-16 飞行大队，一个 A-10 飞行大队和一个阿帕奇直升机大队，总兵力8000多人。海军主力则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分部，有200多人。此外还包括少量的海军陆战队员，未来也很长时间将保持这一趋势不变。目前美韩和朝鲜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而且单从军事力量层面而言，由于近年来朝鲜军事力量快速发展，美国认为韩国已无法单独应对朝鲜的威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撤走美军，不仅会影响半岛的稳定，也会给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被动。申元提在被问及有无可能被投入到本地区发生的冲突中时，他说，根据韩美相互防御条约，驻韩美军在韩国遭遇外部攻击时将参加作战，但截至目前，美方并没有正式提出驻韩美军作战目的会超出条约规定范围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如今的朝鲜半岛周围许多国家都有争夺朝鲜半岛事务主动权的潜在动机。因此，将朝鲜半岛作为军事前沿的美国，就通过曾架联合军演的次数、规模来展现自己在半岛的力量，在对潜在对手形成压力的同时，将半岛局势向有利于美国希望的轨道发展。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驻韩美军的频繁行动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